和朋友来到一个古怪的山村，组长给我们安排了房间，但要求我们遵守3条规则：一、天黑以后不许出门；二、晚上如果有人敲门，别理；三、门槛坏了，一定要在天黑前修好。夜晚，敲门声果然响起。快跑！你们住的是棺材房。你知道古代农村为什么家家户户都有非常高的门槛吗？因为传说中孤魂野鬼是通过双脚同时向上蹦着走的，门槛够高才能挡住他们。一般的门槛都是设置在1寸2分，门槛越高，要挡的东西煞气越重，1寸高1寸凶。你们看这门槛足足有4寸4分，这说明什么？知道吗？说明这地方雨水多，下雨时水容易倒灌进房子。别搞那些封建迷信了，我可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的，没宋菲菲好骗。哇，林军哥哥好棒！要不是你的林军哥哥要来云南摘菌子，你又非说自己看到一只兔子要去追，我们才不会迷路到这个手机信号都没的地方。宋菲菲，注意你的语气，我们可是代表家族来和你宋家谈合作的，就连你爸爸都特意叮嘱要招待好我们。宋菲菲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，但还是忍住没发作。谁叫人家是金主爸爸呢？狗大户终于也有看人脸色的时候了，真是风水轮流转。这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走了过来，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们一会，才低声问道：你们是怎么进这村子的？你这大爷说话好奇怪，我们自然是走进来的了。今天太晚了，明天再让人送你们下山吧。村里有3条规矩，你们一定要遵守。可是现在才下午3点多呢。申时已到，阴长阳消，来回路上要3个小时，村里人必须在天黑前回屋。既然要麻烦人家送下山，自然得跟着他们的时间来。还没请教老人家尊姓大名，还有村里的3条规矩又是什么？我是这片小山村的族长，你们可以喊岁老。至于规矩：一、天黑以后不许出门；二、晚上如果有人敲门，别理；三、门槛坏了，一定要在天黑前修好。年轻人，这门槛能保你们的命，它可不是用来防水的。岁老带我们来到了一处废弃的房子，让我们在里面将就1晚上。记住，如果想活命，天黑以后一定别出这屋子。这屋里漆黑一片，连个窗都没有，屋角放着一张简陋的木板床，此外只有一张瘸腿桌子。这里脏死了，林军哥哥，人家不想住这里吗？乖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我待会就去打水打扫一下房间。林军哥哥，你对小冉真好，有你的地方就是天堂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什么苦我都能吃。宋菲菲拉着我逃也似的离开屋子，好似身后有野狗在追。我真是宁可撞鬼，都不愿意看见他们腻歪，真的恶心的我鸡皮疙瘩掉一地。别乱说话，千万别在深山老林和晚上提那个字，容易招来大家伙。村子不对劲吗？深山老林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古怪的山村，自然是不对劲的。而且刚才的房子一进门就让我浑身不舒服，我有点不放心周林军他们俩，还是回去看一眼，再出去打水吧。出事了吗？菲菲，我要长针眼了。这么猴急吗？我和宋菲菲打完水回去时，发现组长站在路口盯着我们。快回去，天马上黑了。记住，要想活命，不管谁敲门都别打开。夜晚刚降临不久，秦冉就蜷缩在周林军怀里撒娇。我好想回家啊，这个村子好吓人啊。我们还是趁着天黑走吧，我感觉这村里人奇怪得很，那老族长神神叨叨一惊一乍的，谁知道他们晚上会做什么事情。这山林树木茂密，晚上还不知道有多少野兽出没，天亮时我们都找不到路，更别提天黑了。宋菲菲耐着性子劝了半晌，周林军还是坚持要走。有人吗？开门呀！外头的人显然十分有耐心，每隔2分钟就会连扣4下门。我们几人凝神屏息站在屋内，谁都没有说话。开门呀！我是来救你们的，我知道你们在家，快给我开门！我倒要看看是谁在外头装神弄鬼。人敲3下门，鬼才敲4下门。你忘了组长说的话了？门外的人也听到了我的话，他提高嗓音，语气有些急切。我真是来救你们的，你们住的这房子是个梅花棺材房。我立刻检查起房子，前高后低，四面无窗，墙角竟然是梅花般的弧形，确实是梅花棺材房无疑。房屋的大门如人之嘴，其窗户如人之肚门，嘴除了进食就是进气的，窗户如人之肚门排气，是排废气、毒气的。一旦没有窗户，屋子里的废气死气排不出去，就会进入人的体内。棺材房阴气极重，活人如果在里面住上3天，身上就会开始长尸斑，等住满7天，阴气灌体，神仙难救。梅花棺材房是棺材房中煞气最重的一种，通常只有暴毙横死之人下葬时才会采用梅花棺。菲菲，收拾东西，我们得走。就在我和宋菲菲说话时，秦冉已经自主打开了房门。呀，好多人呢！奴家给各位公子小姐请安了。
我们几人被女孩的绝世容颜所摄，一时间没人出声。奴家闺名水姬，是这个村子的人。那老族长最喜欢把外乡人骗进棺材房中加害。你们几个快快随我出去吧。宋菲菲三人晕乎乎的就要跟着他走，我一把拦在前面。等等，宋菲菲烦躁地推了下我。这位神仙姐姐如此漂亮，不听她的话，难道还要听那丑族长的？陆灵珠，你快让开啊！别挡着我们和水姬说话。门开着，你可以自己走进来。这可是棺材房，奴家才不敢进呢。你就别为难奴家了。被他这么一说，我感觉自己好像做了件很糟糕的事，差点要走上前拉着她的手道歉。这女人身上似乎有一种魔力，让人愿意为了她赴汤蹈火，哪怕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。哎呀，灵珠，你为什么惹水姬生气？你快让开啊！我用力咬了下嘴唇，嘴里弥漫的血腥味让我清醒了几分。你既然知道这是棺材房，那就应该清楚，只有关着门的棺材房才危险。反正没有危险，不如进来坐坐。姑娘这是不相信奴家了。罢了，既如此，奴家走就是了。看到她失落的模样，我感觉自己心都要碎了。宋菲菲则直接奔了过去。神仙姐姐，你别走！我用力拦住宋菲菲，全身的肌肉都紧绷着。和水姬待的时间越长，我越控制不住自己。我感觉自己快要爱上她了。宋菲菲拼命挣扎，双腿乱蹬，我们两人就站在门边。她这一蹬一踢，门槛从中间断裂，有半截竟然直接飞了出去。水姬从那半侧没门槛的地方摇曳生姿地走了进来，秦冉和周林君争先恐后地上前，一人拉着水姬的一边手臂。白天还恩爱无比的情侣，眼下却为了一个陌生女人开始争风吃醋。宋菲菲也加入了吃醋大军。水姬跟我走。不，神仙姐姐跟我走。奴家只有一人，除非把我砍成两半，不然呀，只能跟你们其中一人走。砍成两半？砍成两半就能分到一半水姬了吗？周林君的眼神变得疯狂起来。宋菲菲已经从登山包里拿出匕首。宋菲菲，你疯了吗？灵珠，杀了他，水姬的头给你。水姬的头归我。我转身回望水姬，心脏开始疯狂跳动，脑海中不停翻滚着一个疯狂的念头：我要得到水姬，哪怕是她身体的一部分。灵珠，拿着。宋菲菲将匕首塞进我手里后，一步一步缓慢朝水姬走去。匕首的寒意让我清醒了过来。就在我想把匕首扔掉时，水姬走了过来。灵珠，你想不想拥有我？水姬绝美的容颜彻底蛊惑了我。这一刻，我理智尽失。我曾听过有些绝世美人柔弱无骨，我想她们一定没有水姬软，她是真正的没有骨头，刀子割过时，就像切豆腐般毫无阻碍。当屋外响起第一声鸡鸣时，我才清醒过来，全身又黏又湿，赫然发现手中一直捧着水姬的人头。当我对上水姬的眼睛时，再次陷入了痴迷。她可真美啊！我愿意一辈子就这么看着她，什么也不做。你们杀了水姬！来人，快来人，封住这大门，要快！第二天一早，村里人全都拿着锄头围了过来，但是我们几人都没动。宋菲菲他们更是眼皮都没抬一下。宋菲菲宝贝一样把水姬的上半身抱在怀里，秦冉和周林君他们俩一人抱着一只水姬的腿，周林君更是脸色酡红，像吃醉了酒。你去把我家的门槛拆过来。我知道族长想把我们永远封死在这屋子里，可是我不在乎，只要能和水姬在一起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。灵珠，奴家不想待在这屋里，你能带奴家出去吗？水姬想去哪，咱们就去哪。我将水姬的头放进了背包里，极为小心地背在身后。宋菲菲几人也听到了水姬的话，把水姬的各个部位都装进背包。你们知道带着水姬出去后果有多严重吗？你们会害死所有人的。胡说，水姬这么善良，她才不会害人呢。对，你才是害人精，弄个棺材房想害死我们。我继续朝前迈步，走到那坏掉一半的门槛时，却怎么也抬不起脚。我呆呆地看着自己的脚，心中有些迷惑。只有恶鬼才跨不过这门槛，我作为茅山子弟，为什么也跨不过这门槛呢？你傻啊，咱们可以走这边。村里人虽然多，但是大多数都是普通人，对我们根本造成不了多少威胁。一个个还愣着干嘛？还不给我上！就在我们要突出村里人的包围圈时，一个年轻男孩气喘吁吁地抱着1人高的门槛从远处跑来。族长一把抢过门槛，竟然举着它像棍子一样朝我挥来。这软绵绵的一击，我本该毫无反应的，可这门槛抽在身上，却有一种连灵魂都被灼烧的痛。我们再次被关进了屋里，屋子上的门槛已经修好，所幸刚才的疼痛让我清醒了一些。宋菲菲宝贝一般捧着水姬的头向我走来，别过来！我刚一对上水姬的眼睛，心脏就开始疯狂跳动。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，我赶紧跑去门槛边。当手摸到门槛时，熟悉的剧痛再次传来。身体虽然疼痛，我的意识却越来越清醒。我再次转头看向水姬时，不由得想起了另外一个名字——富江。
富江是日本的一部恐怖漫画，女主名字叫川上富江，任何看到她的人都会对她心生爱慕，这些爱到后来会变成极度的占有欲和嫉妒，导致他们杀死并肢解富江，而这就是富江的繁殖手段。富江被肢解以后，所有的头发、身体、骨骼、血液都能重新长成另外一个完整的富江，这些富江可以共享记忆，拥有独立的行动能力。富江越多，他们的能力就会越强大。快去拿桃木，还有松油。桃木和松油都是至阳之物，用这两个东西烧起来的火，又称之为甲丁阳火。这火不但可焚尽一切肉身，还能焚灭灵魂。我是一个道士，之前被这女妖所迷惑，现在已经恢复清醒了。我帮你们烧死她，你放我和我的朋友走吧。水姬，这么多年了，你的套路一点都没变，我再也不会上你的当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我叹了口气，像水姬这种妖物一旦放出去，后果确实不敢想象。这也是族长当初把我们几人关进这棺材房的原因吧。折回屋子深处后，发现宋菲菲正痴痴地捧着水姬的脑袋发呆。我无视她的反抗，硬拖着她来到了门槛边。宋菲菲被我压在门槛上，痛得浑身抽搐。这门槛不是普通的桃木，之前是我小看它了，它应该是用雷击木做的，而且浸泡过特殊的血才能有这种功效。宋菲菲停止挣扎后，老族长神情复杂地走上前。别怪老朽滥杀无辜，你们身上早已沾满了水姬的血，她的血可以寄生，哪怕你现在短暂恢复了清醒，也没法踏出这门槛一步的。一旦放你们出去，你们就会变成第二个、第三个水姬。小友，你既然是道门中人，自然该以身殉道。族长说完，后退2步，朝村里人摆了摆手，扔松油，准备点火。宋菲菲的眼神渐渐变得清明。我们杀人了，灵珠，怎么办？我们应该怎么办？灵珠，水姬不想死，求你救救奴家。你救救水姬吧，求你了。对，我给你磕头，只要你能救水姬，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。说完，周林君竟然真的跪在地上。我看到他们俩，觉得头更痛了。为了避免水姬再生事情，我直接在他嘴里塞了一块毛巾，以后把他装进了包里，接着把周林君他们压在门槛上。村里人生怕火烧到一半没能烧死水姬，所以他们准备了很多的木材，这些木材一时半会搬不完，也给我们几人留下了充足的时间。周林君脸色恢复过来后，突然就站了起来。周林君，你想干嘛？周林君的神情实在是有些奇怪，我心底闪过一丝不好的预测。宋菲菲惊呼一声，闪到一边。周林君竟然从怀里摸出了一把枪，而且毫不犹豫朝着老族长扣动了扳机。趁着众人被震慑住，周林君很快就把族长绑进屋里。周菲菲还想说什么，被我制止了，因为当时是秦冉提着条麻绳，像套马匹一样轻轻松松就把绳索扔在了老族长身上，然后和周林君一起把老族长拖到了我们屋里。他们分明是有功夫在身上的。周林君蹲下身，残忍地用手撕开老族长肚子上的伤口，族长肚子上竟然渗出黄色的汁液来，他的血是黄色的。你就是太长马？你到底是谁呀？你竟然真的是传说中的太岁啊！我和宋菲菲四目相对，一脸震惊。太岁又称之为肉灵芝，传说中吃了可以活死人，肉白骨。老族长满脸苦涩，他争冲地看着周林君。你是周平的重孙吧？老族长是个1等1的冤大头，他修炼成人形以后被人识破身份，遭到了围猎。这村子的族长救了他，他也从此在村里住了下来，开始还这人情债。太章用自己的血肉救了村里一代又一代人，可当他太岁的身份被村里人知道后，村里人却对他展露了獠牙，没人能拒绝得了太岁的诱惑。为了逃避村里人为了抢夺太章的厮杀，太章只能带着一小部分不愿意参与厮杀的村民隐居搬迁。后来村里有个年幼的孩子生病，太章为了救他，把自己的太岁精血给了他。他长大后不愿待在村里，偷偷下山进城去了。而周林君就是他的重孙子。多亏了你的精血，我太爷爷可是整整活了110岁呢。要不是出了车祸，也许他能活到200岁。太爷爷的遗愿我终于完成了。太爷爷说的对，只要找到你，我周家就可以保住世代富贵。嘿，遗愿报得，丧尽天良啊！丧心病狂，无耻至极。2位小友，我很谢谢你们替老朽打抱不平，可是你们的手能不能从我肚子上拿开？我讪讪地缩回手，抹在脸上。太岁血可破世界一切阴祟，有了他的血，我们身上沾染的水姬血液就没法再寄生了。啊哈哈，我道门中人最讲究节约，您看您流这么多血，多浪费啊！什么名门正派，还不是在这占小便宜？你们这对狗男女还好意思说我们？什么抓兔子抓麋鹿，分明就是故意进的这村子吧？我说呢，这村子肯定布了结界，为什么你能带我们进来？因为你身上流着那忘恩负义的太爷爷之血呢。只是你们没有料到，千辛万苦进了村，却碰见了水姬。就在我们争吵时，秦冉用极快的速度拿起手枪对着我。你们既然已经知道太岁的事情了，死人才能保守秘密的道理，
该不会不懂吧？村外的人已经全都围了过来。当听到老族长是传说中的太岁时，他们的眼神也逐渐变得狂热。我的秘密保不住了，这地方我不能再留了。在经历多次背叛以后，太章终于学会了隐瞒。村里人一代代出生又死去，知道他秘密的人已经全都不在人世。大家都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老族长而已，所以之前太章宁可烧死我们几人，也不愿意暴露他是太岁。他的心早就在一次一次无尽的背叛中冷硬如磐石。乖乖跟着我走吧，周家会好好供奉你的。秦冉，动手！就在秦冉要扣动扳机时，一颗人头已经飞到了他身前。秦冉看着水姬的脸，再次陷入了呆滞中。我拉着宋菲菲朝门口飞速冲去，村里人没有拦住我们，而是热切地拥到屋子前，生怕太章跑走。我和宋菲菲跑开人群后，爬上一栋房顶探查情况。灵珠，你说那水姬怪邪门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强忍着恶心，胸口有一股浊气在翻腾。我没猜错的话，水姬应该是成了精的水蛭。水蛭，蚂蟥。这村子后山有一片水田，水姬应该就是田地里的水蛭。村里人多多少少都被太章救过，身上残留着太章的血肉。他常年吸食村里人的血液，太岁的血肉给了他力量，让他得以化形成人。因为他是吸食太岁血液成的妖，他的血肉对所有人都有着非凡的吸引力，所以我们看到水姬才会想要毁灭他，占有他。不可能，我绝对不可能爱上一条蚂蟥。你切他身体时难道没发现吗？他不但没有骨头，血还是黏糊糊的。别说了。看到宋菲菲清白交加的脸色，我的心情总算好了一点。周林军和秦冉已经带着太章站在门口，他们身上涂抹了太章的血，那门槛自然对他们无效了。村里人围着房子不肯让他们走，秦冉举着枪却不敢轻易动手，他们距离太近了，能打死几个却打不死所有人。就在他们对峙时，宋菲菲拐到屋旁点燃了柴火。什么味道？周林军率先发现了不对劲，但是晚了。我和宋菲菲胸前一人横举着根门槛，把村里人像推稻谷一样朝屋子推去。我们俩动作很快，他们又毫无防备，所以计划实施得很成功。我和宋菲菲两人守在屋外，周林军的枪早就不知道掉哪去了，他狼狈万分地挤到门口。虎灵珠，你敢滥杀无辜！想道德绑架我，嘿嘿，老子没道德。再说了，你们屋里这些全都是忘恩负义的小人，就算杀了也掉不了多少功德。你哥，你要怎么样才能放我们出去？简单，我只要太章。周林军僵持着不肯答应，村里人却奋力一起把太章推了出来。我趁着太章出来，顺手关上门。等周林军他们出来时，我们早就跑没影了。跑了一段山路后，太章剧烈喘气，说什么都不肯再跟我们跑了。这才跑多久啊？你这也太没用了。我们太岁本来就不擅长走动，一个地方可以待上千年。你们太岁不是不老不灭吗？你为什么是个老头？我曾经爱过一个姑娘，为了不让她……行了，你走吧。啊，去哪里？去人少的地方，你爱去哪里去哪里。太岁本就是天地精华，天生地养，自然该肆意又自由地行走在这世间。太章没想到我们会放他走，一时愣住了。我可是太岁啊！是，知道了，你最了不起。我拉着宋菲菲朝村子的方向走去，提醒太章小心些，别再被人发现身份了。我们走了一段路以后，太章又追了上来，献宝似的把一个布包递给我。我太章做人向来有恩必偿。这是啥？太章有些骄傲，他昂头挺胸地看着我。这是我几千年来闲着无聊剪下的指甲，你好好收着。这东西不管是拿来入药还是泡茶，都是极好的。说完也没等我们反应，就朝山林深处大步而去，很快就消失在了我们眼前。我想了想，摸出手机给乔墨雨打了个电话。乔墨雨，我搞到一块太岁肉，送你一点泡茶喝。当我和宋菲菲再次回到屋子时，那屋子只剩下了一栋废墟。周林军和村里人早就不见了踪影，估计是跑出去找太章了。在确保那水蛭已经彻底烧成灰烬后，我才彻底松了一口气。灵珠，我们接下来做什么？要先离开一阵子了，有缘再见。